男朋友的关系有多久了？我们今年迈入第31年，他早就一直在怀疑我偷吃。那你是有偷吃吧？有。我们做了所有的安全措施之后，又约法三章，然后就开始了。Hello， 欢迎来到这一集的跟老师上床，我是你的沈老师。今天特别来宾是宝哥。嗨，大家好，我陈世杰。这是一个同志的频道，每次老师在来宾坐在床上全聊天。今天找他来呢，我们要去聊一下开放关系。请问一下，你现在跟你男朋友的关系有多久了？我们今年迈入第31年。他是我身边我认识的人就是感情最久的了，在台湾31年，就是说你们大学刚毕业的时候，对，我那年我进直升研究所，然后他来考研究所，然后呢就认识，然后有共同的朋友就介绍我们两个。当时呢，他们两个人在我心中真的是神仙眷侣，因为两个人都是才子。宝哥呢，跟他两个人，你们两个加起来拿到金钟奖有几座？3座。真的就是个非常有才华的一对才子。你们多久以后开始会有这个开放关系的念头？前2年，在前1年，因为他有中风，对，但他的中风就只是伤到一点点语言区。再来就是前年的时候，他妈妈过世，我爸爸过世，在同一个月。然后我们在照顾的过程中，我们都深觉人生苦短。整件事情结束之后，我们就坐下来谈，然后我就主动提到说开放关系这件事情，因为他早就一直在怀疑我偷吃。那你是有偷吃吧？有。那你有怀疑他偷吃吧？我还好，我就算怀疑我不会介意，我不是那种很会吃醋的人。哦，对 ，OK， 反正就摊开来讲也好。对，就从今以后我们两个关系会变成什么样子？对对对，而且摊开来讲了之后，就发现说，其实都有偷吃过，但是你看我们这个世代对于 HIV 这件事情非常在意，对，所以他那时候的偷吃就是只是出去，他就只是要跟人家那种跟陌生人的拥抱的那种温暖，然后人家要帮他怎么样的时候，他就会推开，后来都会弄到最后有人生气说你到底是来干什么的？但是他其实就是他怕得腺病，他怕得艾滋，对，所以后来甚至有些就是比较亲密的行为，那些之后，甚至对方留电话给他什么，他就丢掉，他不想跟别人有任何的瓜葛，他是这样子的人。所以简而言之，就是他太怕感染性病了，因此他任何的行为只要跟性病有一点关联，他都会全部拒绝。对对对。既然你2年前跟他谈这件事情，那什么样带来这个转机？为什么他现在会同意这件事情呢？他说：“我今天来上节目一定要感谢你，因为你带来了 PrEP 这个观念。”对，他甚至后来他都还担心说，不只是艾滋，那如果其他的病怎么办？透过了我跟你聊，然后我再跟他沟通，然后他就说他非常感谢你。后来我们就同意了，所以我们一起去感染科挂了诊，然后都验出来都是阴性，然后之后我们就请那个医师开 PrEP， 然后还开了那个 Doxy 的药，然后对我们还打了 HPV 的疫苗，对。我们做了所有的安全措施，然后之后又约法三章，然后就开始了。年轻人，你们听到现在有没有觉得很惭愧？你看老先生们呢，都非常注重性安全哦，所以鼓励大家也要多注重。我觉得我蛮好玩的是说，因为我很早在做这个同志的那个志工嘛，所以事实上我们很早就在我们班同学之间就担任了一个小老师的工作，对大家同学没有什么。我连会出柜都你带出来的啊。师傅，对。你为什么？你出柜跟我有什么关系？我第一任是你介绍的。我记得了，我的天哪！对，所以你第一次跟同志发生关系是我介绍给你那个男生？对，大一的时候。我的天哪！OK， 好了，沈老师当个 gay 呢，也算是希望将来gay 的群组也能够更接受我啊，这些毕竟我带很多知识给大家，可是我可能没办法帮你介绍男朋友就是了。不过讲到现在男朋友，你们为什么都已经在一起这么久了，还没有想到结婚呢？最开始是在乎我爸爸，因为我们家在当地是大户人家，所以这种很容易传出来。如果说他入籍了什么这种，就怕别人传，因为我们毕竟是小镇。我个人觉得啦，宝哥，我觉得你们两个现在因为反正也在一起30多年了，也开放关系，现在也除了我们在聊开放关系到底对他们的关系有什么样的改变，但是我觉得你们两个已经决定要走到人生尽头了，对不对？一些法律上问题，比如说生病、探病啦、遗产问题什么，当然都会浮出台面。
我觉得可能可以考虑一下啦。可能对我有律师朋友可以介绍给你，可以问一下律师关于这个财产要怎么处理。会结，只是想要在一个很有意义或者是怎样的时间结。我本来是想说，大罢免要是有成功的话，我就真的结了。我知道，我有看到他的脸书，我有发祭品文，对。然后大家如果认出他是谁的话呢，他是电视上可能会看到的名嘴 ，OK。不过他的政治立场跟本节目当然没有太大的关系。但是他今天要来聊这个开放式关系，那我这样想问一个问题，就是你们开放式关系到现在啊，就是在你们决定的当下，你刚刚说什么安全经济委什么的，对，你们到底规定详细是什么？然后大家会很好奇想知道。就是约之前要先跟对方讲，要先告知，对，先告知，然后一定要吃 PREP，免得发生什么状况。对，这也是安全措施的其中一项。然后不能带人回家，他觉得自己的家是属于我们两个自己的地方，然后他也不允许有3P 这件事情，他就觉得他发展他的，我发展我的。我常常有跟约的时候讲过，对方问我，我就说，我有在一起的男友，现在是开放关系，他说能不能3P，我就说不行，对，然后不能跟对方发生感情。像我的话，我是发展纯粹友情，他本来也很抗拒，因为我们过得很封闭。后来他现在就因为这样，就跟几位炮友就变得有长久的朋友的关系，然后互相关心啊等等这些，我就觉得还蛮好的。真的还假的？开拓了他的世界。像我都还有在学校教书，然后他其实就在家里面写剧本，所以他的世界是比较封闭的。但也因为这样，他这样都认识了差不多年纪的或者是比较年轻的，然后他的生活其实就开拓了。我跟我老公的开放关系，我们有规定说不能跟同一个人约超过2次以上，因为我觉得日久生情，就是越认识他以后会越产生感情，除非就是那个人我也认识，然后我们也知道彼此的人品之后，如果3个人都认识的话，我们就可以这样就约超过。我们没有。我们没有，就是炮友兼朋友。我就说这样子蛮好的，就是他开拓了他的朋友圈，然后他也多了一些人可以聊天。好，另外一个问题是，你们说你们不能允许3个人嘛，对不对？对。我个人觉得，就各位一起想想，就是因为她跟她男朋友都是这个，所以呢，他们来找一个这个来家里，不就是刚好可以？可是他们就因为他们两个其实他们两个生活我知道，因为他们一开始我知道他们两个都撞号，所以呢，他们其实在这方面的事情也有一点要。一个人必须要勉强自己反串，对。可是现在就反正你们两个都出去玩了，对，就尽量都可以找台湾很多的市场供应过剩的这个人，所以难怪他们两个在外面约，其实快60岁的先生呢，就是在外面约还蛮抢手的呢。而且他还比我更抢手。你不是说不可以讲他的失败吗？好了，宝哥，他再问一个比较敏感的问题咯。请问一下，你大概平均啦，一个月大概可以约几个？3个吧，3、4个，但是我没有那么积极，对，没有那么积极，可以约到3、4个。但是我说没有那么积极是3、4个，但是有时候就没有出去也没关系，对，就顺其自然，顺其自然。甚至有些人就是出去吃饭，可能他发现我不是他的菜，他也不是我的菜，后来就变成饭友。有时候或咖啡友，有些人就会讲说他自己的感情问题，然后我也跟他聊一下。对，就我觉得我也开拓了生活圈。毕竟是个大学教授，然后又是个金钟编剧。过程中，不管是朋友还是炮友，其实我收集到不少那个编剧的题材，发掘了很多人生故事。对，我觉得因为我的编导的资历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了，我就会想做自己想做的，所以我就会想要多做一点关于同志的故事。当然，对，那我就觉得利用我。就是跟别人之间的关系或者是什么，我觉得很多地方都可以探讨。其实开放关系之后，你们2个人也变得比较快乐，对不对？对，就是恢复到单身的生活，但是我们同时还对彼此有责任跟关怀。我觉得开放关系是一个选择啦。我碰到很多同志的伴侣，到了后期都慢慢选择开放关系。其实只要2个人互信够，对，生活就变得更丰富。然后现在也有更多的方法可以保护你，所以在享乐的过程中也不用太担心。对，所以这是一个解决方式之一啦。各位可以审视一下自己的感情，说这样开放关系会不会让你感情更好？如果会的话，不妨试试看。对啊，就是看每个人的状况。对，如果说对方真的很在意的话，那就到时候再说。但是心灵的自由这件事情很重要，然后另外负责任这件事情很重要，你同时把它综合在一起，我觉得真的才能经营出来爱。对，开放关系是一道门，这道门可以开也可以关，所以你们可以试试看，再决定这个门要开还是关。OK， 希望各位喜欢今天节目内容，喜欢的话不要忘记帮老师订阅、按赞、分享，每个礼拜都有直播，按个小铃铛鼓励我一下，回答你们所有的留言。现在老师跟宝哥玩个游戏啦，5秒定律。好，我要先问宝哥喽。好，
最喜欢的3个食物。再一次，他完全，喂，这有很难吗？没有。你现在想3个，快点，好想3个，现在想，再一次。青椒、苦瓜、洋芋片。约炮必带的3样东西。保险套、身份证、手机。如果你要带身份证呢，可能要去一些场所， OK，好吗？好，第2个，你的身体最敏感的部位哪3个？奶头、阳具、耳朵。Too much information。全世界最喜欢的3个女艺人。齐豫、潘越云、张艾嘉。你居然没有惠妮休斯顿跟我想到是台湾的。OK， 我还故意讲全世界。最喜欢去旅游的国家。日本、巴厘岛、美国。还不错。大学跟你最要好的3位同班同学。陈世杰、郭子、徐婉莹。耶！这是情人，一定要回答我。同志的朋友们都爱自己，也不是同志的朋友们都爱同志一点。我相信世界世界会会更好。更好第2观场，拜拜拜。你们不要看啊，那快60岁的，可以讲吗？对。人间。要怎么形容啊？人神仙好烂哦！神仙讲在当年就是神仙眷侣，因为2个人呢都是讲得很糟，对，再来一次。我们甚至有时候在交友软体，我们还会给对方看一下。你们是要怕，就万一他碰到什么坏人的话，对，你们会彼此知道至少对方在干嘛。对，所以你要先问才能翻啦，先问才能翻啦。